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9号周五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标普11个大板块全军覆没，即便是最抗揍的能源板块，今天 OXY 大涨 9%， 也没有阻止能源板块收跌。今天的四大指数是本周全部收低，在周线上标普和纳指没能实现周线的5连涨。那么标普呢是在200均附近停下了脚步，这个地方也是近期最为理想的一个落袋为安的场所。看来这个交易员们呢也是在周五选择离场，好好享受周末，下周等待鲍威尔的指引。现在呢说到美联储和鲍威尔市场正在试图弄清楚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到底准备加息多少来抑制通胀，包括内部的官员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50个基点，有的说75个基点。你看巴尔金今天说，美联储将尽其所能降低通胀，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要以衰退为代价去这个降通胀，必须得强硬。包括昨天布拉德也说了，他说呢，赞成美联储在9月的下一次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延续过去2次会议加息75个基点的步伐。那么两位美联储官员的这个评论呢，他们是在下周的这个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之前发表的。这个会议在8月26号开始，为期3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在会上发表讲话，这个也是7月的 CPI 数据出现首次下降之后，而且美联储放弃前瞻指引后，鲍威尔的第一次公开发言，所以这个言论会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也有可能推动市场朝一些方向发展到底是涨是跌，一会儿后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现在的一个关键位置问题。那么目前市场整个的加息预期其实和前几天差不了太多，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还占上风，占到了 57.5%， 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略占下风这个是 42.5%。那么今天呢，其实我还是想在周五这个时间段呢，简单的和大家把一些关键性的位置和大家讲清楚。可能今天这么一跌，很多朋友心里又没谱了，之前一直涨到底追不追，是心里这个觉得这个没有太大把握，现在这么一跌，感觉卖不卖或者还能跌多少，心里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把握。那么今天呢，我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点位和大家做一个讲解。那么在讲这个点位之前我们首先还是来看2只个股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个股上，前段时间这个轧空爆炒的这个股票，也就是前几天咱们其实讲过这个 BBBY， 它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天不打是上房揭瓦。3天前它还在这里轧空上攻暴拉，今天已经比3天前的这个高点下跌超过了 60%， 仅今天一天就下跌了 40% 之多，盘后又跌了 11%。 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里边有没有在这只股票上厮杀的，不管成功与失败欢迎如果有参与的朋友呢，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这一轮的一个参与的心得。另外今天还有一只股票还是需要关注的，今天的西方石油 OXY 领涨标普大涨了 9.88%。 那么这只股票呢，今天大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们是获得了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的批准，允许他们在2级市场收购这家大型能源公司高达 50% 的股份。之前的批准是 25%这是属于一个放大到 50%。这个呢就可能意味着伯克希尔哈撒韦会在后边继续增持在西方石油的股份，目前他们已经持有超过 20% 的股份，所以大家想着未来巴菲特还会继续买西方石油，那么有人托底，所以呢资金就有跟随的那么看到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能源股最近又硬，对吧？而且整个的油价呢看上去要跌不跌，而且维持在相对的一个高位水平，那么能源股到底能不能买，到底能不能追？巴菲特为什么这么有自信要买这么多的西方石油呢？其实关于巴菲特买西方石油的问题，我在之前的节目和大家做过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可以承受股价下跌带来的投资收益浮亏的。他买西方石油
可以承受股价下跌。那他为什么要买呢？它的好处是未来他或许会去收购西方石油，它可以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比较强劲的自由现金流。另外，即便他不收购，一旦他持有超过 20% 的股份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可以将 OXY 未来的财报的每股收益按照比例计入自己的财报收益，就可以增强 BRK 的每股的盈利能力。所以说到底啊，买 OXY 的股份，它并不是完全奔着投资收益去的，而是奔着 BRK 未来的这个战略考量去的。所以呢，巴菲特他就是咱们传说中说的炒股炒成大股东。这个其实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他这种资产雄厚的华尔街老同志啊。这个但是这个适不适合咱们的散户投资者呢？凭良心说啊，咱们这个散户啊，买股票做多，咱们需要的是股票增长上涨才赚钱。它的自由现金流其实和咱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股价涨了啊，你拿着这个利润回家，你老婆给你夹鸡腿儿；你要是股价跌了，你亏了，你回家你就要跪键盘啊。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啊，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向我学习，一定要做好风险对冲。如果你的持仓表现不佳，收盘之后呢，记得用保险箱啊把键盘锁起来，或者你把所有的键盘都换成那种昂贵的高级品牌的键盘，或者笔记本电脑啊，贵坏了那不损失更大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在想啊，就是不得不感叹这个科技进步是真好啊，多亏史密斯发明了洗衣机啊，淘汰了搓衣板啊。好了，不扯远啊，咱们还是来说一下关于油企能不能买能不能涨的问题。数据在这里还是强调一次，油企的价格它是和能源的价格密切相关的，能源价格能保持高位，那么油企的盈利能力就能放大。如果能源的价格开始下跌，那么很显然当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油企就表现不佳。西方石油按照现在的数据来看，2022年的 EPS 是涨得特别多，大涨了好几百啊 10.61%。但是由于油价明年市场的预计会出现小幅的下滑，所以明年和今年同比会衰退 18%。这是西方石油的数据。那么对于大多数的能源企业来讲，油价维持在这么几个区间，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维持在110以上，那么持续的往上走，盈利就会放大，那么油企还能接着涨。如果油价在80到100这个区间，那么油企2023年就会陷入同比的衰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油价就是在80到100的这个区间，因此目前是一个衰退的预期。如果油价在60到80，那么2023年会面临亏损或者薄利。如果油价跑到了60以下，确认大多数的能源企业都会面临亏损。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关于油企包括很多大宗商品啊，你能不能买的问题。其实你研究的是大宗商品的这个供需关系和价格变化啊。好，这个呢是对于两只个股和大家讲完之后，来讲一讲重点说一下指数的回撤的幅度和目标的问题。其实今天的这个下跌啊，它也不是说那么的可怕啊，它能够允许下跌的位置其实有两个大的区间，一个就是上次突破的这个4060到4254的这个区间，再一个到下方就是之前更早突破的3836到4000的区间。这两个区间其实到第一个区间还好，大概只有 3% 到 4% 的一个跌幅，就是跌到这个4060的极限，也就是这么多。那么如果跌到下方的3836到4000这个极限呢，差不多这个就比较大了，有 8% 的一个距离啊。大部分的个股如果跌到这儿，在这一轮下跌，那么应该很多的个股跌幅会超过 10%。那么其实我呢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嘛，说我这个在上方去投机做空大盘嘛，做空这个 SPY 嘛。第一个止盈的位置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4060到4254。第二个止盈的位置就是这个3836。所以呢，你看，其实我也没有去看一个特别大的深跌，也没有去说一看一下一脑袋就马上扎到下边要去创新低了，还没有啊。最近的这个我是陆陆续续的持续完成了减仓，我依然是看一个这种震荡宽幅的震荡，所以下跌
符合我自己的预期，既然看震荡，一旦它真的跌下去了，那就不能怂了嘛，一切还是要以基本面为基础，以估值为基础，所有的个股只要到了合理的位置，我就会再次进场去买入做多。那么大盘跌到哪儿，预计到哪儿啊？预计大量的股票会再次出现接近于低估或者低于估值的机会呢？理想的位置就是这里，就是3836到4000的位置，剩下的那就是3600到3723了。当然这个里边呢，由于个股的这个贝塔系数不一样，有的波动比较快，有的波动的比较慢。那么有些个股可能大盘它还没有跌到位置，它就率先自己跳水破位了，有的是大盘已经跌穿了，但是它还在硬扛着，所以这个呢都是合理的啊。那么关于这个贝塔的系数的相关的知识呢，我会在本周末的会员节目做一个讲解，有兴趣的朋友周末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追踪个股的基本面、业绩成长，还有了解行业的动向，其实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至于增长预期，咱们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的调整。如果市场整体预期都在下调了，那么咱们就不能拿着半年前的数据和估值再买股票，你至少每个季度要追踪和更新一次，有条件的你每周每个月都可以去自行追踪啊。所以咱们一直在强调基本面为主，技术面为辅，同时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对个股的一个看法。好，最后呢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今天这个下跌是不是这一轮反弹彻底结束了，就是从这儿啊一直反弹一直往上走，彻底结束了，是不是要再去走新低3636了？我的观点直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的啊，还不能够这么早的去下这个结论。其实昨天啊，我和大家讲过，关于这一轮上涨，如果继续往上涨，要实现这种大结构下行的逆转去创新高，那么至少应该往上要突破一些结构的位置啊。昨天给大家展示了标普、纳指、罗素都给大家写过了啊，大家看昨天的节目。其实反过来讲，下跌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下跌如果要跌到前低或者创新低，它也得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行，也必须要跌破一些非常关键的位置。那么只要不破这些非常关键的位置，就有可能在短暂的回调过后再次走上行。那至于它回调，你说它是跌到4060就不动了就涨了，还是跌到这个4000就涨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确认的啊，这个没有办法确认。但是这是一些目标的区间，跌到这个区间之内随时会止跌，它有可能会再次上行。那么什么地方跌破了之后就可以去大胆的看新低了，或者后面的趋势继续延续下跌去破新低呢？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标普这一轮上行跌破3890，那么它就会去看什么呢？看这一轮上涨反弹已经结束了，趋势就不是回调上涨了，趋势就是下跌反弹创新低，下跌反弹创新低，就这么个走势了啊，就是走势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标普看3890，你要保险一点就看一个3836啊，就看一个之前的牛熊分界3836的位置，再次作为你这一轮它到底还能不能延续上涨趋势的一个阶段性的点位，好吧？这是3890或者3836，标普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纳指100这边也给大家写一下，写了一个整数的，大家比较好理解，中间可能略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啊，但是呢，你可以以12000点为一个参考的点位，跌到这儿，任何一个位置中间都是合理的一个回调幅度，都可以再次维持反弹上行，甚至突破上行的目标都没问题。但是一旦跌破12000点，那么纳指100就会大概率的要去到下方的11000点去做新的测试，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比11000点还要低。好，那么我们看一下道指的情况是在31400点，这个地方不破可以守住上行反弹的趋势，跌破之后看新低29653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几个大的指数罗素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啊，罗素这边 IWM 177啊，177块钱作为它的一个分水岭，能不能维持继续反弹，未来继续走上行的一个最关键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几个关键的点位，所以涨跌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和逻辑啊。涨到哪里应该可以卖了，跌到哪里
应该可以买了。其实我都是提前自己把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也避免呢这个比如说单日的涨一涨跌一跌，心里边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对吧？涨了那觉得呢要不要追，对吧？跌了觉得要不要买，一切都取决于它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关键的位置，不是关键的位置中间那就随它去吧，对吧？中间我不可能吃到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日内的波段，日内的涨跌做不到的。再加上呢，我也比较爱惜我的头发，对吧？这个头发呢做短线呢，日内的投机啊，这个薅头发掉得太快了，对吧？我很满意啊，对我的头发非常的满意。现在呢还是一头秀发，所以呢，这个也是早早的放弃了这种日内交易的一个结果啊。也希望大家你要是年轻体能好，你要是觉得你想试试日内，那记得带好你的止盈止损。如果你觉得呢自己也想这个多好好休息休息，不想搞那么复杂，那么你尽量以中长线投资为主啊，多养养生，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节目的全部内容。到了周末啊，预告一下周末的会员节目。讲一讲这个贝塔系数啊，贝塔系数是什么东西，然后如何在不同的趋势中利用贝塔去控制风险，放大收益。另外呢，本周啊还有几个重要公司的财报我做一下补充啊，因为本身上个星期就已经是最后一期了，但本周有一些零散的我补充到里边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前瞻估值的数据啊，包括一些强支撑的点位等等，这些股票呢可能大家平常关注的比较多。好，那么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如果你加入了 Rhino 答疑的这个级别的会员，我会发一个全新的社区帖子，在这个里边，这个帖子作为每个星期你都可以在里边留言提问的一个这个大家的一个集结帖啊，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别人问的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找到那个别人问的问题我回答的答案，方便大家集中去查找和查看。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祝大家周末愉快，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那咱们就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